香港大学的副教授妻子竟然在校园里离奇失踪，学校里的寻人启事贴得到处都是，全家人更是急得四处寻找。可谁能想到呢？11天后，他的尸体竟然出现在了学校的办公室里。到底是谁对他下的毒手呢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离奇故事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——港大木箱藏尸案。2018年8月20号这天，香港大学的师生们突然发现校园里多了几张寻人启事。张贴告示的是学校工程系的副教授张其中，他要找的人呢，正是他的妻子陈慧文。这告示上写着，他在8月17号早上离开家后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烦请知情者呢跟他联系。在港大校园里，张其中被称为性格温和、耐心严谨的工科大佬，是个很受同事和学生认可的老师。在外人眼里啊，他和妻子结婚多年，恩爱和睦，一对儿女呢也都很出息，所以呢，大家对这份寻人启事并没有多想，都以为老师和师母发生了口角，师母闹点小情绪离家出走了。可在几天后，接到报案的警方进入校园调查，大家才感觉到这件事儿呢没那么简单。向警方报案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找不到妻子的张其中。他21号报警说自己因为家庭琐事和妻子吵了几句，谁知他17号出门后就一直没有回来。张其中一家4口住在香港大学伟伦堂的顶楼，那里的面积有185平，不仅能看海景，还独享整个空间，完全称得上是豪宅。虽然他们有5处房产，但一家人还是乐意住在这里，因为这里不仅能免费住，还有津贴拿。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这简直是难得的福利。警方这边呢，立马调取了监控录像，结果显示，在17号早上，确实有一个貌似陈慧文的女性离开了伟伦堂。张其中表示，这就是离家出走的陈慧文。于是呢，警方就按照失踪人口立案了。8月22号，警方再次来到伟伦堂进行调查，正巧呢就碰到张其中用板车推着一只木箱往停车场走。木箱上覆盖着蓝色的防尘布，上面还放着炉具和微波炉。警员们上前打招呼，询问木箱里是什么。张其中呢就回答说是迎新营要用的活动物资。警员们也没有多想，毕竟迎新营快到了嘛。可在24号的时候，警员们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，发现伟伦堂的顶层放着张其中的炉具。按照张其中的说法，这些是迎新营要用的物资，怎么隔了1天就搬回宿舍了呢？那炉具下面的木箱呢，又被放到哪里去了？警员们赶紧前往张其中位于香港大学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，盘问那只木箱去哪儿了。这时候张其中又改口了，说木箱里装的是一些电子器材和铝条，因为过一段时间要举办机器人比赛，他就把东西带过来了。这前后不一的说法呢，自然引起了警方怀疑。毕竟那只木箱要装进一个人，不说绰绰有余吧，那也是刚好够用。8月25日，张其中被带回重案组接受询问，警方直接问他是不是藏匿了陈慧文，但是张其中呢矢口否认，坚持说妻子只是离家出走了。接着警方带他回到伟伦堂搜查，在这期间呢，他就突然走上露台，把上半身探出去。警员们担心有危险，连忙就把他拉回来。之后呢，一行人又去了张其中位于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。一走进他的办公室，立刻就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。警员们正打算来个彻底搜查，突然接到他女儿男友打来的电话，说张其中刚才在家庭群里宣称要自杀。这时候呢，张其中激动的不行，喊着你们怀疑我，我想死。可随后他又冷静下来，说木箱里的东西他已经拿出来了，箱子呢也拆掉了，还把警员们领到另一个房间，展示了搬运木箱的板车和木箱的6块木板。考虑到他的情绪，再加上他出示了木板，警员们也只好暂且作罢。不过呢，警方可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。28号上午，张其中给伟伦堂的学生们发了一封邮件，说警察来调查一件跟他家人有关的失踪案，还让学生们别慌，顺便还道了个歉。下午呢，警察就杀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一进去，好家伙，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。张其中还死鸭子嘴硬，非说是楼里有死老鼠。警察可没那么好糊弄，直接就问他，你老婆到底是死是活？这一问呢，张其中慌了神，一声不吭。得嘞，警察只能接着搜。一顿折腾后，在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下面找到了一只木箱。可奇怪的是，之前张其中还向警员展示过木箱拆出来的木板，
那这只箱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先别急，这个问题呢，我后面再给大家解答。警察看到箱子，马上就问他是不是把陈慧文的尸体藏在里面了。张其中这下没招了，来了一句：你们都找到箱子了，不用我解释也知道了。这只箱子呢，被张其中密封得非常严实，每个边框都用上了螺丝和玻璃胶。警察费了好大劲儿才给打开，一打开，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，里面竟然有渗着血水的行李箱。陈慧文呢，果然就在里面，她浑身上下就只穿着内衣裤，颈部还缠着一条打了结的电线。堂堂一个大学副教授，为什么要对自己太太狠下毒手呢？还有啊，对陈慧文下手的人，真的就只有她老公张其中吗？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回到8月16号，也就是陈慧文遇害当天，看看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天啊，陈慧文本来心情不错，因为她妹妹带着10岁的女儿从英国回港过暑假，两人一起外出逛街，顺便去银行办点事儿。陈慧文打算存400万，想着能从中得到点回馈。她叫银行职员呢去港大找她老公签文件，可不知什么原因，张其中居然把银行的人给打发走了。这下陈慧文的心情瞬间就不美丽了，回到家就绷着个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谁知到了晚上，麻烦事儿又来了。为了还房贷，他们把其他的房子给租出去了。租户呢要求换马桶盖，陈慧文呢也不跟人商量，私自就拿了儿子卫生间的马桶盖和租户的调换。儿子下班回来一看，那火腾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跟母亲大吵一架后，跑到母亲和姐姐共用的卫生间，用胶带封住马桶，还在上面挤满了巧克力酱。女儿回到家后，发现马桶被弄得脏兮兮的，非常生气。她觉得这事儿呢就全怪母亲，就要求陈慧文去打扫。陈慧文呢也不理睬女儿，直接就回了自己房间。女儿拿着清洁用品扔进房间，还硬拉着母亲去清理厕所。母女俩呢就这么大吵了一架，女儿呢被气得离家出走，跑到一位朋友家借住去了。这期间啊，老公张其中一言未发，儿子呢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连面都没有露。陈慧文越想越生气，她就质问老公，为什么女儿推撞我的时候你不帮忙？张其中呢一声不吭，也没有回应。可到了睡觉的时候，张其中照旧给陈慧文倒了杯橙汁，这是陈慧文一直以来入睡前的习惯。虽说那晚两人有点争执，可张其中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。陈慧文接过橙汁一尝，发现味道跟平时的不同，她以为橙汁呢坏了，就发语音给女儿，指责她买了坏的橙汁，并让她去退款。可张其中心里清楚，橙汁呢根本就没有坏，只是换了一个牌子。这个时候呢，张其中终于忍不住了，他问妻子是不是想把女儿骂的以后都不回来了。陈慧文呢反过来指责张其中，刚才不制止女儿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职责。张其中反驳说，都怪妻子没有清理厕所。这下好了，两人的争吵开始升级。陈慧文说，要不是自己投资，张其中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物业。张其中也不甘示弱，指出到银行贷款呢都得靠自己的工资证明。陈慧文就冲着老公叫骂，打工很厉害吗？指望你的话都得靠乞讨过日子。说完呢，还一脚把丈夫踹下了床。张其中呢气恼地伸手从床底下拿拖鞋，准备要离开房间。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摸到了一根电线。看着还在叫嚣的妻子，张其中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他从背后呢就勒住了妻子的颈部。张其中勒住妻子的那瞬间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呢，妻子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发现自己竟然杀了人，张其中既惭愧又害怕，一时间完全不知所措。想来想去，他打算把妻子藏起来。他赶紧找来一个行李箱，把妻子的尸体塞了进去，然后呢就放在儿子的房间门口。其实这夫妇俩在激烈争吵的时候，陈慧娴有点担心姐姐，就悄悄来到姐姐门外。结果呢，从缝隙里就看到姐夫正用身体从背后压住姐姐。他当时还以为两人在亲热呢，赶紧就离开了。陈慧娴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当时不是在亲热，而是姐夫正在处理姐姐的尸体。张其中把行李箱放在儿子门口后，又换了床单，就这么半睡半醒的到了第二天早上。他骗妻子的妹妹说妻子出去旅行了，接着把儿子送去上班，然后把尸体转移到木箱里，想制造出陈慧文去旅行的假象。之后的几天里，张其中照常生活，还绞尽脑汁想各种办法拖延掩饰。可陈慧娴呢，越想越不对劲，就坚持要报警。张其中没招了，只好自己跑去处理。他又是贴寻人启事，又是应付警察，忙得团团转，
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警方的火眼金睛。2020年11月，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张纪中谋杀罪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这对夫妻相伴了30载，却落得这么个结局，实在是令人唏嘘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关注、评论、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